亚亚登上返乡的飞机，刚一抵达机场，就迎来了出乎意料的接风。他走出福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通道时，立刻被几名身穿黑衣的陌生男子前后左右地围在中间，一路贴身护送离开。在现场拍摄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亚亚神色复杂地拉着行李向前走，右侧一名黑衣男子紧紧靠近他身边，左侧和身后也各有黑衣或便衣人员跟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只有一名随行的女子低声与亚亚交谈了几句，其余黑衣人全程沉默，无表情地守护在侧。这阵仗不仅引来周围旅客驻足侧目，是什么样的人物需要这样特殊对待？对于刚刚踏上故土的亚亚来说，这一刻也许预示着个人自由的终结。没有鲜花与拥抱，迎接他的是一支面色凝重的护送小队。这样的场景令人不禁要问，这些黑衣人在做什么？他们是真心来保护亚亚安全的接机人员，还是在他一下飞机就对其实施控制的国安特派员？亚亚离开台湾的那一刻，或许还觉得自己终于重返祖国怀抱，但当祖国派来的第一批迎接者如此这般严肃戒备，这一切是英雄般的礼遇，还是无声的拘押？当亚亚抵达福州机场，被黑衣人团团围住时，人们不禁质疑，此刻接管亚亚的是谁？根据画面推测，这些神秘黑衣人极有可能是中国的相关部门人员，或是国安国保，或是地方维稳力量。他们的出现，表面上看似在保护亚亚不受骚扰，实则透露出强烈的监控意味。毕竟，一名刚在境外引发政治风波的公众人物踏上祖国土地，官方显然不敢掉以轻心，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他的一举一动。黑衣人的全程贴身护送更像是一种软性控制，既避免亚亚在机场现场被媒体围堵，发表出乎当局意料的言论，也防止他与任何未经审查的人接触。可以想象，在这欢迎小组的层层注视下，亚亚的手机通信、当面交谈乃至表情反应都处于严密关注中。他在台湾时可以自由对媒体侃侃而谈，召开记者会申诉冤屈，但回到大陆后，迎接他的是一种无形的沉默。此时此地轮不到他自由发声。令人玩味的是，就在亚亚抵达的第二天，他透过一个亲大陆的团体发表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痛斥台湾政府对他的人权迫害。这封信点名批评了台湾内政部长搞戒严肃杀的迫害，为自己在台的言论辩护，呼吁台湾民众看穿当局手法。乍看之下，亚亚似乎依然在自由地表达意见，但细想着其中细节，他的发声渠道变成了由大陆这边掌控的团体，他的措辞完全迎合大陆官方口径，将矛头指向民进党当局。这样的发声更像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舆论操作。或许在国安人员的协助下，亚亚的言辞被调整到了一条对北京有利的轨道上。表面上他没有被消音，但实际上他今后的言论自由很可能被限定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正如有网友冷笑评论的那样，过去叫亚亚在台湾，如今回去了，恐怕就成了亚亚在中国，再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无论这些黑衣人的名义是保护也好，盘查也罢，有一点已经相当明确，亚亚一踏上中国土地，就重新落入了另一个强力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曾经在台湾享有的那些自由空间，如今瞬间缩水。接下来等待亚亚的将是被严密规范的人生，每一步都可能需要听从安排。他的命运会被引导向何方呢？对于如今的亚亚来说，前路一片不确定。在踏入机舱前，他还是那个高呼我相信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网络红人，而走下飞机后，他已成为一个被两岸官方都高度关注的特殊人物。接下来他的人生剧本有几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我们不妨大胆猜想。官方宣传的爱国标兵，亚亚可能被大陆官方及亲官方媒体塑造成一个爱国却遭受迫害的典型案例。作为一名爱祖国受委屈的大陆配偶，他的故事正好可以用来批判台湾当局迫害爱国人士，为统一舆论加温。如果走上这条路线，亚亚也许会出现在大陆的访谈节目、新闻报道中，讲述自己在台湾如何受到不公待遇，
强化他爱国无罪的形象。他甚至可能被安排参与一些统战性质的活动，成为大陆同胞思念台湾、盼望统一的代言人。表面看风光无限，成为民族大义的英雄，但这同时意味着亚亚必须100%配合官方需要，言行紧跟指挥棒。他的个人意志将让位于角色需要。如果有一天他的真实想法与官方路线有偏差，他很快就会被雪藏或放弃。所以这条路既可能让亚亚享受短暂荣光，也意味着他将彻底成为官方叙事的一枚棋子，被边缘化，低调度日。还有一种可能，经过短暂炒作之后，亚亚会被当局处理，淡出公众视野。一旦他的宣传价值被消耗或出现负效果，北京方面或许更希望他回归平凡人身份，不再惹是生非。在这种情况下，亚亚可能被要求返回湖南老家，或者安置在某个2线城市，和家人过普通日子，但身边依旧少不了监管的人。在生活中，他或许还能继续使用抖音等社交媒体，但内容将受到自我审查或直接监督。他若再谈及敏感的政治话题，很可能会被迅速删帖乃至约谈警告。因此，亚亚可能选择明哲保身，把社群账号改为分享美食、生活点滴，尽力避免再碰政治雷区。久而久之，他这个名字在网络上会越来越少被提起，新事件不断涌现，网友们也许渐渐把他遗忘，而他本人则在夹缝中低调地过着日子，至少表面上自由了，但实际上每一步都在他人眼皮底下。这种未来对亚亚来说或许平淡，却可能是自保的选择，不再做风口浪尖的网红，只求免于更大危险，在有限的空间里悄然生活。家庭抉择，团聚亦或永远分离，无论亚亚最终在公众视野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一个深刻的个人难题始终悬而未决，她和家人的未来。亚亚的丈夫是台湾人，3个孩子也在台湾出生长大，如今妈妈被驱逐出境，一家人天各一方，这种状态会长期持续下去吗？亚亚曾在临走前表达希望堂堂正正回台湾的愿望，她甚至法律途径提出上诉，希望有朝一日推翻离境令。然而短期来看，她至少5年内被禁止再入境台湾，而台湾方面会不会因为政局变化或其他原因而放宽对她的限制，尚未可知。如果等待无果，亚亚的丈夫是否会带着孩子移居中国与她团聚？他曾一度气愤地表示，如果妻子被赶走，我们明天将不在台湾。但真要举家迁往大陆并非易事，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孩子教育与未来，以及两岸政治的不确定性都是沉重的考量。如果一家无法团圆，婚姻和家庭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亚亚个人命运中最隐痛却最真实的问题。可以想见，在聚光灯背后，亚亚每个孤独的夜晚都将思念孩子和丈夫。如果团聚无望，她很可能陷入长久的焦虑与遗憾之中。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也将深深影响她未来的选择。她是继续高调地参与政治叙事，还是早日抽身，想办法让家庭重回平静？亚亚未来的人生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在理想与家庭之间如何抉择，而无论她怎么选，都注定充满艰辛。当然，以上种种只是推测，亚亚的未来或许还有其他变数，她可能被卷入更大的政治风暴，也可能主动寻求转型自救，比如不排除她日后尝试以更温和的角色出现，或者在适当时机淡出公众视野后，再想办法以游客身份偷偷赴第三地与家人短暂相聚。种种可能交织，使得她的人生仿佛一部仍在连载的悬疑剧。而这出戏的编剧不仅有亚亚本人，更有两岸此刻博弈的政治大环境。亚亚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议，正是因为它处在自由权利与国家安全交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珍视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面对一位公开鼓吹敌对势力以武力侵犯的居民，任何政府都会感到高度警惕，不得不采取措施。在亚亚之前，台湾社会享有相当广阔的言论空间，即便亲中主张统一的声音也时有所闻。然而
言论自由毫无限制的绝对值。当言论跨越到煽动战争与威胁社会安全的领域时，再开放的社会也会亮起红灯。亚亚在台湾所说的那些话，触及的正是民主社会自我保护的底线。台湾可以允许不同统独主张的存在，但无法容忍有人公然为武力侵台摇旗呐喊，因为那不再是普通意见，而是对千千万万台湾人民生命安全的潜在威胁。纵观历史，在国家安全面前，自由常常被压缩乃至牺牲。20世纪中叶的台湾戒严时期，有太多真实案例，只因言论或立场亲共，就被冠以叛乱罪名投入大牢，甚至付出生命。当年那些主张统一中国或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在威权体制下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而时至今日，台湾已迈向民主法治，即便对亚亚这样的极端言论者，仍给出了法律程序上的保障，先调查取证，再按法规废止拘留，限期离境，还允许他提起行政复议。在整个过程中，亚亚可以公开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喊话为自己辩护，这些正是民主社会保障的权利。不少人为他能在台湾批评执政党却不被逮捕而感到讽刺。亚亚控诉台湾打压言论自由，但事实上他在台北街头高声指责政府的场景，恰恰体现了台湾言论自由的存在。只不过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后果地鼓吹伤害他人的行为。当自由踩踏到他人安全和社会稳定时，法律会介入。台湾最终选择依法驱逐亚亚，是在自由与安全天秤间做出的艰难权衡。而不同立场的人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是捍卫民主的必要之恶，有人担心此举开了限缩言论的先例。这场辩论在台湾社会持续发酵，也引人深思，民主该如何防卫自身，不被人利用其开放而反噬。再看亚亚如今身处的大陆，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逻辑与台湾截然不同。在那里，国家安全几乎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言论必须与官方利益保持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亚亚从一个言论空间相对宽松但对敌对鼓吹零容忍的环境，来到了一个言论空间极其狭窄但对特定爱国言论高度鼓励的环境。这是一种戏剧性的身份转换。他在台湾因过度亲中被视作异类，而在中国却因同样的言行成为自己人。然而，自己人并不等于真正的自由人。中国当局欢迎的是他攻击台湾当局、拥护祖国统一的声音，但未必信任他的个人动机和忠诚度。一旦亚亚的言行有任何不符合官方期望的迹象，他将立刻感受到来自体制的高压。正如许多网友调侃的那样，人在台湾才敢大声喊，回到大陆就只能闭嘴安分。这种调侃背后是对中共体制下言论环境的心照不宣，在那里乱说话的代价要比在台湾惨痛得多。亚亚的经历让我们目睹了一出现实版的悖论，他高喊拥抱的是一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制度，却利用了另一个宽容多元的制度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如今当这两个制度先后对他亮出各自的底线，个人的渺小便显露无遗。国家机器可以宽容，也可以冷酷，但最终都会为了自身运转需要而对个人进行规范甚至惩戒。亚亚不过发表了几段视频言论，就瞬间失去了多年来在台湾经营的生活，又在归乡之际被牢牢看管，可以说亲身触碰到了两种制度的高墙。这对于他本人和旁观的我们来说，都是一堂有关自由与代价的鲜活课程。从哲学层面讲，自由与秩序、安全之间的张力自古有之。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现代社会中，这枷锁有时是法律道德，有时就是以国家安全名义铸就的铁链。在民主社会，枷锁通常较为隐形且松弛，但当国家存亡受到威胁时，它仍会突然收紧。在集权社会，枷锁时刻紧锁着每个人，稍有不慎便会勒得人喘不过气。亚亚很不幸地先后撞上了这两副枷锁。在台湾，他的言论突破了自由的边界；在大陆，他的人身迎来了安全的牢笼。这一切发人深省，
个人在庞大的国家面前有多脆弱，又该如何在坚持自我与遵从规则间求得生存？从一个普通嫁到台湾的陆配，到卷入政治风暴的争议人物，再到如今被两岸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亚亚的人生命运可谓跌宕起伏。而眼下，这出戏的高潮或许才刚刚开始。亚亚的未来将如何发展？她会成为宣传机器中的明日之星，还是淹没在人海中默默无闻？她能否有朝一日堂堂正正回到她挚爱的家人身边，亦或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渐行渐远？这一连串疑问，没有人能现在就给出答案，包括亚亚自己也未必清楚前路在何方。可以肯定的是，她身上承载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个人范畴。对于两岸关系而言，亚亚事件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自由与控制、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制度差异。对于公众而言，他的遭遇则成为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引发人们对言论尺度和国家力量的重新思考。或许多年后回望，我们才能看清亚亚这部人生棋最终走向何处。但在当下，亚亚的故事还远未画下句点，反而正处在充满变数的转折点。种种传言与猜测将在坊间继续流传，各方势力的博弈仍在暗潮汹涌。亚亚上飞机被控制的那一瞬间，历史的车轮已然转动，而他个人的命运之门也随之开启了新的篇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人生会否峰回路转，亦或渐行渐暗？悬念仍在继续，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现实大戏的后续发展。